嘿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7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。这周1到3都是好天气，看看日出。日出，大阪城。早上起来公园特别安静。今天大家看到影片会比平常稍微晚一些，因为今天拍摄完训练完有个小安排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还是回评论，跟大家探讨大家比较愿意思考的问题。今天穿上了竞速背心，虽然气温不高，但是开始适应吧。咱们就开始回评论。第一位小伙伴说，他现在全程马拉松3小时19，想进步到3小时05，看了好多训练方案。大多数呢都是按照百分比，按照他现在能力的，比方说他现在的阈值是多少，有氧区间是多少，让他训练。他问我说：“那我是应该按照我现在的水平练呢，还是按照目标的水平练？就是按照3小时05的水平对应的各种数值练，还是按照现在自己的？”我给他的建议是，在他这个进步的需求内，按照目标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这么回答。哦，这个坡好陡啊，回头看看就知道了。看，在训练的过程中，很多时候是没有全力以赴的那种竞技比赛的训练，那种强度的训练的。然后大部分的手表呢，也不会很实，就是每次训练完之后，都根据他现在的水平去更新一下他的那些跑力啊什么的。所以就是你训练，哪怕说你每一次都有进步，在你的记录设备上也不一定能马上体现出来。所以你按照现在的能力去练，不能说没有进步，但是呢，第一可能不够快，进步的不够快；第二是你心里可能会有些含糊。就比方说，我可能说的不对啊，比方说你现在的乳酸阈值的配速是4分15，你的目标呢，乳酸阈值的配速是4分10，你按照4分15这么练，到时候你要按照4分10的这个对应的能力去跑的时候，你可能心里没底。而差这5秒呢，其实没什么，所以我建议按照目标的去练。而且我总说马拉松是个速度游戏，它是规定距离看时间。那比方说我想破3，或者我想破240，那你就得想办法跑到那个速度，而不是想办法让自己能够科学的训练。但是说到这儿，另外一个小伙伴就问题就是，我的想法是不能急于求成。他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全程马拉松3小时39，男性目标是要破3，现在月跑量200，想加到300，加了2天觉得实在不行，就没劲儿，腿也疼，然后训练也开始没有状态。我跟他讲，这个太操之过急了。就339到3小时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。我给他的建议是，明年秋天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按照3小时的目标配速去练了，对吧？你得按照，就差不多我们现在按照比现在的成绩快10分钟左右的目标的乳酸阈这个配速去制定自己的训练强度，问题不大。再快就不现实了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得不偿失，你的训练质量就下降了。它这就属于跨度太大，就是跑量和能力其实是挂钩的，就是不是说有毅力、有时间，甚至是有更好的装备、更好的补给、更好的恢复，你就能说，就比方说你现在给我像专业运动员那样的保障，我1个月也不可能说一下就上到800公里，肯定不可能，而且有可能我一生也上不到800公里，因为你能支撑那个跑量，说明你身体有那个能力，
有那个能力就不应该是这个成绩，你就不会为了这个成绩再去追求那个跑量，这都是互相的。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我增加跑量的故事，基本上越往上会越难的。我从300加到400用了4个月左右，然后之后从400加到500，差不多也用了4、5个月，然后维持在500一个月，维持了1年多，就真的觉得挺难的。现在想一想，如果让我再像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，能有那么长的时间去维持500公里一个月，我应该感觉比那个时候轻松。这就是我能力上升了。而这个轻松呢，你可以去用来换更多的跑量，也可以用来换更强的强度。就是跑量是很关键的，但是跑到我这个程度以后，跑量更多的是维持你的能力，而想再进步的话，就是要调整比例，这都是一步一步的。我昨天下午的会员节目和昨天早晨的节目都说的比较清楚，所以不能心急，或者不要心急，也不用焦虑。其实男性马拉松现在3小时39，差不多就是还没完全跑起来，刚刚跑起来，别太着急。然后夏训的就是我是什么逻辑，是加量还是减量还是怎么样？其实直接点说，就是夏训还是跟平常一样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周期性没有那么强，只不过夏训冬训这种东西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价值，因为马拉松本身就挺苦的了，挺累的了，就像有人买装备或者怎么样，这些都是情绪价值。但是夏训呢，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，我也和比较专业的教练在几年前学习过探讨过，就是总说冬天练有氧，夏天练速度，其实不全对。夏天应该更利用比较严酷的环境去继续长距离的训练，让自己的身体能更加的受刺激。其实马拉松训练或者其实任何的体育项目的训练都是先破再立，都是在破坏自己的身体的过程，然后让自己身体再恢复再变好。这个破坏就掌握一个度，它就会越来越好。然后下一个问题，什么时候可以考虑我的下一个目标是破3了？我觉得可能需要一场比赛的刺激和一场比赛的信心。比方说你在某一场比赛中跑进了3小时30，而且呢跑完之后是愉悦的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很认真的开始考虑破3了。而往往跑到这个时候的小伙伴呢，对自己的训练和自己的提升心里基本上是有一个方向的，这已经从训练中摸索出了一些东西。因为我总说，你看有小伙伴问我问题发评论，一说自己的成绩那么快，比方说2小时50，我说其实2小时50问我已经没有用了，就您能感受到的我也能感受到，只不过就我想办法输出出来给您听。但是3个半小时到3小时之间，我还是可以给些建议。所以我觉得跑进三个半小时的马拉松，会有那种会基本有一点点酣畅淋漓的感觉了，就是跑下来的了。这时候就可以考虑破3。那怎么从3:30到3小时呢？我觉得如果已经具备了3:30的水平，那么把月跑量维持在320公里以上，跑1年，然后平常的训练节奏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，有强度有长距离，也不用太急化，其实就是跑1年，差不多就跑进了。如果跑不进呢，可能你也跑不进3:30，因为有的人的性格是那样的。就是咱们接下一个问题，有位小伙伴说已经跑了多半年，快1年了，体重95公斤，
大体重跑者，问我比赛怎么策略、怎么选鞋什么的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我从93公斤开始跑步，我是2014年的10月开始，差不多正式开始说没有太间断的跑步，开始认真考虑减肥。我的第一场能叫出名的比赛是2015年的北京国际长跑节，那是最后一年5公里、10公里的比赛，以后都是北京半马了。我参加的10公里组别，好像是4月份。那这经过了几个月，差不多也是半年。那个时候我的体重是70公斤，减了25公斤，比赛成绩是49分多一点，人生第一次10公里近50分钟，就是5分配以内，很开心。但是我真的不觉得这个过程中我吃了多少苦，我觉得我就是改变了一下生活方式，开始把跑步变到每天的日常里。我差不多到2014年的北马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2014年的北马空气污染特别厉害。那天我在青年路的一个健身房里，公司在那边，那天是周末，说上午没事去公司加会儿班，然后先跑个步，一边跑步一边看北马。那时候我在跑步机上跑一个10公里，下来以后走就都不会走路了，很少能跑10公里。那时候跑10公里的逻辑跟频率跟我现在跑30公里似的。我真正路跑公路已经是2015年初的事情了，不对，2014年底的事情了。所以就是，如果是这种性格，我没有说不好，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狠的程度不一样，有的人其实挺爱惜自己的，也没什么不好。那我坦白说，极限运动就不太适合您，就是我总说训练和锻炼，锻炼身体就好了。因为会有人说，哎，我就骨架子大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瘦不下来。其实我真的不这么认为。我看到大黑猿先生了，还有小伙伴问，30多岁开始跑步，还能不能练出速度？能啊！大黑猿先生100公斤，48岁开始跑步，那怎么不能？肯定能啊！打个招呼，大黑猿先生昨天去参加了半马比赛，好像跑了第8名，还和川内优辉合影了。早，昨天是第8名吗？第9名。50岁以上，50岁以上第9名，合格山的半程马拉松。对，真棒，真棒。上坡下坡很厉害，还有很热，对吧？你看多棒！昨天刚刚跑了半马，700多跑位而且还和卡瓦乌奇合了影。对，卡瓦乌奇是我的老朋友。哎，小伙伴们，4月7号星期一。第4个训练日，晨跑了14公里多。今天还拍了拍照，拍了拍素材，在大本营吃完了早饭，所以今天就晚一点和大家见面。拍了什么呢？你们看我脚上的这双新的配色的 BY 精碳 3.0 Turbo， 鞋底的配色。今天第一次上脚。明天开始卖这个配色，然后同时开始卖的还有这配色的一件竞速背心儿。我们还是常规4天休息1天，休息日也会晨跑，但是跑得少。然后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常逻辑下是4天休息1天，每个第4天是回复大家的评论和讨论的事情。行，我前面就是地铁站了，坐地铁回去了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